立夏四月节，立字解见春，夏甲也，物至此时皆甲大也。2017年的春季已过，雨浪大鱼争霸赛已整体进入到第2环节中，试钓成为了当前5位大师最主要的攻略方向。经历了多次试钓，云南钓王陆德新再次回到红河附近。这一次，他们试钓的地点是处在红河上游的南沙水电站。到达南沙后，虽然有些小意外，但陆德新一行总算顺利进入到这次的试钓中。我们今天到的这个钓场呢，这条江叫沿江，在云南境内呢叫红河。这个沿江呢，它起源呢应该是从西藏上面下来的。这条江呢，那个大群鱼比较多，因为前几年嘛，我们都经常过来玩，也是来钓了好几次了。还有当地的钓友，我都认识很多人嘛，他们也是每年都是到这里来钓这个大群鱼。剩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翘嘴。入夜后，几尾小鱼上岸，总算聊胜于无。可能是钓况不佳，陆德新钓棚附近的几位钓友前来闲聊，除了交换经验，似乎也想探听一下他们目前的状况。眼看着鱼口欠佳，王伟准备继续在饵料上进行些许调整。这个是宜兰的那个底锅料嘛，就是草鱼和鲤鱼的那个底锅料。我现在想法是，边打一点，给它在底下再炸，不是在漂皮上炸，所以我就给它打黏一点，要做一下窝嘛，边打边做一下窝。我怀疑刚才我们打的那个鲤鱼都是在脊口上才出现的，它不是在底下，两条都是这个情况，所以我就加一点这个散泡进去。回到红河岸的第1个夜晚，有希望，也有质疑，这里会不负陆德新的期待吗？同样，刚刚结束了夜钓的浙江大师钱跃进，当前所忧虑的似乎并不是钓场的问题，而是天气和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预估的变数。如果是钓小个体鱼，那么我们就要打一些粉状的饵料，味型比较大一点的饵料。如果我们要钓这种个体大的这种鱼，那我们要打这种大比重、粗颗粒、幼鱼的时间和留鱼的时间久的这种饵料。那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鱼浪公司的这个鱼饵，但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它钓大鱼比较合适，因为它都是大比重、粗颗粒的东西。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做个窝。但我看一下呢，就是用这个重磅巨物的3号，先给它来2份，因为这些都是这么粗颗粒大比重的东西，我需要的也就这种东西2份差不多就行，也不要说用2杯也没必要，因为是做窝嘛重磅巨物1号的窝料，因为这个饵料的味型有可能稍微会偏淡一点，那我们也给个2份，2份2份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叫土坛子1号，
我看这个外面的这个包装的印刷都是好像都是以这种大麦为主料。麦子其实对大体型的草鱼、鲤鱼是很大的一个杀伤力，再加上它应该这个是发酵饵，发酵饵对大型的鱼对这种发酵的饵料啊，淡淡的这种酒味的发酵的饵料也有一定的偏好，所以说我们也给它加个半分，我就怕这个味型太重，加个半分。陆志勇是钱跃进战队的第1位确认成员，平时都喜欢伐钓、休闲类钓法。今天是试钓的第2天，为了尽早的让队员们进入赛前状态，钱跃进准备让老陆先了解一下野外塑钓大鱼的注意事项，还有本次渔朗公司所提供的专用底窝饵料。这个玉米啊，以后啊我们钓友就需要选择性一下啊。如果小杂鱼比较多的情况，特别多的情况，用这种比较硬的玉米也没关系。但是它挂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一部分的钩尖要露出一点点，必须要钩尖要露出一点点，因为它太硬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刺鱼的时候有可能，万一这个玉米外壳太硬的话，穿透不过去。如果你的玉米很嫩的话，很软的话，就不需要穿透，就这样子，必须要有一点穿透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大家开始了又一天的试钓。然而开竿没多久，天色便笼罩在了一片雨幕中。现在啊，我们先换一个钓点，陆老师想准备到那个钓点再去尝试一下看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往他刚才看中的那个钓点去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今明天有一个好的收获啊。因为这边这个钓点，由于它水位啊，一个是也长得蛮快，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湾头也不够大，有可能出没这种大鱼的概率也不是太高，所以说我为了这次比赛，我们也是非常努力积极，把这个赛事啊，给它努力给它赛好。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这么下大雨的这个天气里，我们还要去选择另外一个钓点去看一下。这就是江南，说下雨就说下雨。那刚才我们在那边试钓了一个钓点以后，不是太理想。那现在呢，我跟那个陆老师在这边呢，又重新选择了一个位置。那看刚才隔壁的这些钓鱼上鱼的渔获还不错，所以说首先所以说就选择这个位置。可见我们的团队的这种精神，下着这么大暴雨也要去试钓位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。其实我心里是感到很安慰了，这就是团队的精神，这就是凝聚力。转换钓点后的状况依然没有好的发展，于是只增不减。或许正如钱跃进所说，江南的天气会成为他们锁钓最大的阻碍。哎呀，今天啊试了2天呀，也没什么太大的特别大的收获啊。那由于这个天气太恶劣了，雨又下得大，地又很滑，那为了这个一个安全起见啊，再一个呢，我们暂时先收摊。那个老陆啊，经过我们这么几天的试钓了，虽然我们是没有中到大的个体大的鱼，好像隔壁的一个我们一起的那个也中了几条大的。那我觉得个体也不够大，作为4、5斤、3、4斤，有可能在这个大鱼争霸赛上，这个是拿不上秤的。那是不是有可能？是不是这个冬季的时候，它这个水放得太浅？再一个呢，这几天雨又多，有可能它这个水位啊不太稳，以至于我们没钓到这个特别大的鱼。浙江大师钱跃进的第1次试钓，就在这连绵的阴雨中结束了。接下来，
他会继续寻找战队成员，还是新的做掉钓场呢？离开江南，回到中国西南的边陲，第二次来到红河岸试钓的陆德新，也刚刚结束了夜钓，迎接他们新的一天。这个钓场了嘛，除大鱼呢还是，你看像他们钓的这些青鱼啊，都是大鱼嘛，都是20多斤的，20-30斤的，这个大的青鱼。像花鲢这个大的鱼就到了20多斤的，20多公斤的花鲢也有。大翘嘴都是米级翘嘴也有。钓的这条大的青鱼，也就是16年的4月5号钓的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季节也能钓到。今天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这个大鱼没有出现。今天好像气压有点低，这个鱼开口不是那么好。但是好的时间段就是这几个，9月份啊，像这里9月、10月这些时间段是从到8月、9月份开始。这个时间段是最佳的，钓青鱼。红河上游的南沙水电站是一个大鱼频出的钓场，在纪念展板上贴满了钓友们以往的收获：20斤的青鱼、40斤的鲢鱼，几乎数不胜数。无数的大鱼在王伟眼中，或许就是无数的希望。从展板上照片的时间来看，眼下似乎并不是出大鱼的季节。陆德新这一次的试钓结果会如他们期待一般吗？原本王伟向陆德新推荐南沙作为本次的试钓点，是因为就在几天前，他的几位朋友来此处收获颇丰。陆德新一行马不停蹄地抵达钓场后，夜钓的状况却不那么令人满意。带着满腹疑问，王伟和钓场的老板攀谈起来，得到的答案既让他无奈，又充满期待。这两天天气候很不好啊，前几天最好的了。哦，是这样。我就说昨天我们来了，就钓了几条小的那个鲤鱼啊，看钓到的罗非啊，就是大的鱼都没碰到。这两天是天气不好，啊，前几天嘛天气最好，前几天你们来嘛最好了。是这个原因。钓场老板告知王伟，这里确实藏匿大鱼无数，前几日鱼况也是出奇的好，但就在他们到达钓场的当天，钓况急转直下，气压的影响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。老王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口啊？我今天早上这个口少。刚才我们去吃早点，我问了当地的那个师傅，我问他了一下，他说是这里除大鱼，就是青鱼、鲤鱼，这个都除了。这段时间就是今天呢，这个气压不好，这2天好像都没出。昨天我们过来嘛，那个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所以说晚上呢我就钓近处，用点4.5米。对的。现在呢，我准备过去换一下6.3米的线啊，用那个土单子试一下。对，那土单子那个老玉米那个也是针对这个大青鱼的啊。对，现在针对这个大青鱼。我现在就是赶紧换一下，你试一下。陆德新与王伟简单商量了接下来的做钓方案，决定更换更长的手竿。这样的改变会对他们的钓况有什么影响呢？这条鱼是换了6.3米以后上的第一条鱼。接下来我们期待上更大的鱼啊，上那个我们的目标鱼就是大青鱼。待陆德新的第一竿鱼上岸后，王伟发现他们原本预定的最佳钓棚上已经人去棚空了。那边的那个棚，那个钓友已经走掉了，他们
我们现在我要钓6.3米的，我要去那个钓位上去钓，那个钓位可能近一点，可能钓大鱼的机会会大一些。昨天我们钓的鱼，总体来说都是偏向鲤鱼，这草鱼呢不怎么动。今天的这个物料，我们准备是用鲤鱼的物料来搞，像这个它的主攻鲤鱼、青鱼的这个来得快的这个物料，把这个鲤鱼的这个底物料，把它浸这个分把中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它成团打一下锅，这个效果比较好呢。更换了钓点，改变了昨天的物料类型，王伟也会像陆德新一样，等来他今天的第一尾收获吗？这个大鱼始终是野生鱼，它是比较精的。你说人一乱，它就可能就不敢来了，就不敢露边了。你只要晚上静静的一个人、2个人在这里悄悄地钓，它会赶来吃。白天也好，要是只要人走上走下的，这个大鱼都不敢露边的。所以把它分开钓，我们一个棚上钓个人，这种钓法是对的。冷静地分析过当前的状况，王伟开始继续等待。没有人知道这等待是否会有结果，但是刚刚上鱼后的陆德新已经开始攻略他的第2尾收获了。把弄起来啊！我今天那个花了6.3米以后，上的第二条鱼，看来这个6.3米效果还是比较好。今天上的第3条，换了6.3米以后上的第3条。现在我上的这个是宜朗公司的土坛子。土坛子呢，白天用的效果比较好，因为白天小杂鱼闹窝嘛，比较凶，所以说我们换成这个土坛子来钓呢，那个小鱼它吃不动，再加上呢这个大鱼比较喜欢，这个专门钓大鱼的这个。到了中午这个天气啊，气温很高。我们这边这个水边一到中午都30多度，但是呢，中午是上大鱼的时候，也是人也难受啊。这个大鱼也喜欢来吃饵料，容易上大鱼。时间已近正午，水面的气温持续升高。坊间有俗语讲：“神仙难钓50鱼”，意思自然是说此时做钓的难度非同一般。但陆德新却说，在红河正午是上大鱼的好时候。莫非这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红河岸边，除了炮杆和周遭偶尔的鸟虫鸣叫声，似乎已陷入了寂静中。王伟在等待中，除了继续扑获，再无其他动作。与之相反的陆德新的位置又有了新收获。这种野生鱼的这个筋啊非常大，那个特别是在这个江里面嘛啊，跟那个水库里面的鱼是不一样的，这种筋非常大。大鲤鱼，金黄色的，属于野生。
接连几尾渔获，印证了陆德新所说的上大鱼的好时机。但这一论调对王伟大概不适用。隔壁的钓棚上，除了等待，依然还是等待。感觉上草鱼效果还不错，所以说我今天把这个饵料调整一下，我这个主钓草鱼的这个我放2份，然后这个主钓青鱼跟鲤鱼的这个我放1份。傍晚再次来临，高温退去，剩下的是伴着夕阳而来的丝丝凉爽。回到红河的第2次试钓，让陆德新看到了希望。这还算不错的钓况，会持续下去吗？又一个夜钓来临，这个夜晚他们会收获什么呢？